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当川普还在为了关税跟日本开战时，原来这都是川普抛出的烟雾弹，中国被杀得措手不及。你能想象，在一瞬间的时间，川普竟然跟越南谈好了关税，不单单只有关税，连2级关税也都谈好了。你看彭博怎么讲？他说这一次的关税里面大有猫腻。他说这是美国设下了一个叫做分层关税的陷阱。这个陷阱，中国一旦跳下去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它其实是要让包含限制中国企业的协议，以便将中国逐步排除在部分全球供应链之外。这是什么意思？你看到在这一次的关税谈判里面，美国输入到越南它是零关税之外，越南的部分你输入到美国基本关税20%，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洗产地的话，它会加征一个40%的转运关税。这个政策一下去之后，美国赢了，越南赢了，唯一的输家就只有中国。而现在对习近平来说，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当今天越南成为一个范本之后，未来印度也要谈好了，未来其他国家也要谈好了，是不是也要这样来对他呢？我们一直以为中美贸易战里面已经在休兵了，但完完全全跟我们想的完全不同。当川普不断出招的时候，他要把中国在国际上面完完全全的孤立他。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林传媒政治司法组召集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时事评论员张宇轩会加入我们讨论。世聪，我真的觉得习近平已经被摆了一道，我们叫摆一道。你美国跟日本不是因为那个米的问题，对，跟车的问题，对，不是在那边吵架吗？我看得很开心，对。结果一瞬间的时间，你怎么跟越南谈好？跟越南谈好之后，我心里想，就弄到我了。你说关税就算喽，西餐就算喽，还搞一个分层关税，要在国际上来孤立我吗？对，没错。事实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呢宣布说，我们跟越南呢达成了这个贸易协定。赵宏，你知道吗？第一个时间点里面来说，看到这个贸易协定的呢，你一个人脸都绿了，那个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说，我再三的跟越南、跟美国说，你们不要做的事，你们通通做了。那我一再警告越南说，你不要卖友求荣，你也做了，通通做了。对，那我去这个访问越南，赵，你记不记得在关税战，美国跟这个中国重新打关税战的过程里面，习近平不是到东南亚去访问吗？没错，他访问了3个国家。请问第一个国家去哪里？就是去越南，就是去越南，就是去越南。对，然后他当时还见了越共的总书记苏林，他还跟他再三的说，我们中越关系非常好，我们这个不要做什么这个卖友求荣的事情。结果今天这个苏林跟这个川普赤裸裸的刺了习近平一刀，你看就是这个画面啊。对，他第一站就特别选，因为他也知道。越南，你现在有可能会倒向这个美国这一边。我当时还特别去固装，对，没错。结果你这样子对我，对，这是昨天川普 po 了这个文章，他刚才感觉到说，这个我跟苏林 talk 非常的愉快哈。那他里面说到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越南未来呢输到美国的产品是科20%，对，但是呢。中国如果到这个经由转运的到越南去之后，再到美国的话，也就是洗产地要科40%。对，然后同时之间呢，美国呢输到越南的产品所有都免税0%，而且越南会对美国科这个说会开放市场，随便爱什么我能合理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等于是美国跟越南达成了这个贸易协定。好，那我就想当初习近平跟他说什么？习近平跟越南。抗议就是跟越南说，你千万不要答应他所谓洗产地这件事情啊。那他也跟川普说，你在跟任何国家在订贸易协定的时候，你不可以订所谓的2级关税，就是洗产地这件事情啊。结果呢，今天他们2个都干了，通通都做了，通通都做了。尤其是我跟他讲，现在是越南这样做，对不对？那我问你，印度会不会这样做？印度快要谈好了。对，那这个很多东南亚国家会不会这样做？等一下，所以你说习近平错了一蛋，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请问中国要怎么去洗产地？所以我就跟你讲嘛，这一次这个所谓美国跟越南的这个投资协定敲定之后，我觉得对中国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杀伤力。这种我觉得里面最让我们大家觉得百思不得其解、最有猫腻的是什么？是分层关税。对，刚刚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洗产地的，你要征40%之外。是。我发现川普他够狠的，对，狠怎么样？
我今天也要把你越南哦，在中国在越南企业哦，对，我也通通都拔了。对，没错，他未来是希望怎么样？未来是说，他希望所有的企业呢从中国移出来，然后移出来之后，后来也不要变成是中国企业，变成是在地越南企业。哦，你看他做什么？我跟他讲，他现在不是说呢，你越南到这个美国去的都磕20%吗？对。但其实20%里面有猫腻哦。你看猫腻在什么地方呢？猫腻就是说，如果呢你的成分里面来说完全来自越南的时候呢，可能现有的关税只有10%。对。也就是说，如果你都 made in 越南啊，全部都是这样，好，那就是10%。那如果你是报说你可能有些是来自中国的零件，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跟越南就是上下有零组件嘛。如果你觉得这样会被磕20%，那我问你，那越南厂商会怎么做？我当然不要啊！我为了那个10%，对啊，差很多。对，那我就当然扶持我自己的产业嘛。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他要慢慢让这个你，就算你移出来的话，我要把你踢掉。你就永远不要在越南生产啊！不要在越南这个有中国企业，所以从中国企业化身成他希望有一天从中国企业化身成越南企业，等同这样的话，你可能中国到这个印度去设厂的时候，有一天的时候就化身成为印度产业，就这样子，他将完全把中国产业排除在外。另外一个，你看他磕这个40%非常有意思。赵尔，你知道为什么要磕40%？因为目前为止，中国到美国是55%，对不对？好，那你洗产地洗40%，很多人就说，没有啊，还有15%的利润啊，那我到时候可以到这个越南去洗产地啊。可是赵尔，你不要忘记哦，我要运到越南的时候要怎么样？我还要船运，然后我还要报关税，然后什么哩扣要设一大堆，气成本加上去的话，气跟你在中国这个自己生产是差不多的啊。所以等于是他算得这么精了。对，所以未来是怎样？未来你中国企业只有2招，一个在中国继续生产，磕55%，要么就是你到越南去生产。然后呢，你到越南去生产的时候呢，越南的厂商未来呢，为了赚那10%，他会把中国企业踢掉。对，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步骤这样做，所以等于用这样的方式，慢慢的杀死中国的企业在全世界的布局。而且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越南第一个已经倒戈投降，对，没错。接下来印度可能是第2个，对，接下来可能什么？柬埔寨也是中国的大本营。当然，好，连欧盟未来有可能这样。对，那这样子你弄完这一招，等于中国不就全世界都被孤立了？对，我就讲嘛，因为已经跟越南谈定了这个协议，我就说谈定了第一个的时候，大家是一定要看他嘛，对。所以你说越南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讲印度会不会比照办理？越南这样办理，越南是 sample 了。对啊，那我印度比照办理，那越南都这样做，那我马来西亚会不会比照办理？我柬埔寨会不会比照办理？大家都比照办理之后，请问你中国未来去哪里洗产地？而且我们为什么说洗产地它会不会磕到40%？对，我看到这张图，我才完全懂。这个是在越南的这个海防港哦。对，结果原来这个地方美国的卫星对，天天监控它。为什么要监控它？你的这个出口跟你这个洗产地跟中国的船只到这里都有一些正相关的。对，没错。好，我就跟你讲，为什么这是美国的不好的这个局。赵浩，你有没有注意到？当初的这个所谓长江实业，就是李嘉诚不是要出售港口吗？美国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港口买下来？因为美国就是要监控你洗产地嘛。对。那你这样一整套就看出来，哦，原来美国是要这样搞。那洗产地防范谁？防范中国嘛。你看哦，这是海防港。海防港的话来说的话，你看这个港口在这边，你看美国卫星在这边盯着你呀。美国卫星盯着你，你在港口里面来说，你目前为止有什么船只或者什么东西，他把你看得你，这也太夸张。对啊，24小时用卫星哦，就盯着你的这个港口。我就想说，可能跟军事有关系，没有，是抓他的经济，抓他的商业，抓他的洗产地。对，好，那我怎么知道你洗产地？很简单嘛，我有卫星嘛，然后我有这种港口资讯嘛，我就说他取得那么多港口资讯的目的是什么？好，那我就调出来了嘛，对，然后他现在不是就说吗？赵和，你知道他不是有规定吗？你未来呢，如果你是中国的船只进入到美国，要被磕比较重，每一台船要费比较多钱嘛。对。所以你可能就不会用不会用中国船只，你会用其他国家船只。那其他国家船只，我问你，如果是美国的话，美国是说，你这个马士基啊，你要把你这个船运的前后的这个资料交出来给我，那你说马士基会不会交？马士基已经交给他了。那为什么美国要这样监控呢？你知道越南一年的这个输到美国的产品里面，大概有15%到17%左右，就是透过这种转运的。对。所以你看美国把你堵住的时候呢，赵和，你知道这些原本呢这个转运过来后，中国这个都赚很多钱啊。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磕55%，你越南才磕这么低，就没想到现在未来也被磕那么高。所以他根本是抓到说你越南的贸易份额根本是跟这个中国的洗产地有相关嘛。好，那你看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是中国现在中国出口现在很惨，对不对？那我好不容易可以透过洗产地来赚一些钱。照了，未来也没办法洗产地的时候，那不是对中国产业是头吗？现在对习近平来说，最头最痛是什么？你美国已经在对付了，对，结果
你巴西不是我的盟友吗？不是好妈鸡吗？对，我金砖没有去而已啊。是现在巴西也要对中国来下重手了。我跟他讲啊，这次看了越南的这个范本之后，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了。这个捅中国一刀呢，要是你要赚美国钱，你就捅中国吧，就是这样。好，那我就讲为什么这样讲？事实上，你看，连这个目前为止，可能压力最大会出现在中国的车企。为什么？你看，这是比亚迪，比亚迪这几年来说，它要往外扩张，所以这是比亚迪自己的船哦，它自己建这种所谓滚滚轮哦，然后这个车子呢是就从滚滚轮这样上去，然后运到全世界去，对，然后这个是叫做深圳号第一艘，然后它从这个太仓港出发，然后深圳它有载了7300台全新的比亚迪的电动车，然后航行到了巴西。那为什么航行到了巴西呢？因为第一个，巴西呢，目前为止来说，我就讲它有几个方案嘛。巴西可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我船运到这个地方之后，换一些包装什么，我可以 made in 巴西。那甚至我为了巴西的自己本身的这个市场，就可以这样做嘛。对。那过去一段时间，我跟你讲，这个巴西为了要吸引这个比亚迪来，它的确也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它取消对比亚迪制造商的这个关税，对。但是因为当时是为了要刺激电动车，就没想到到2024年的时候，它开始征收10%的这个关税，对。那结果没想到今年调高到25%。但2026年的话，预计要调到35%。那客关税的用意是什么？用意是说，你就要我这边生产吧。所以你看，市场他们不是这个比亚迪不是就在巴西去开始生产的吗？卡马卡里这个比亚迪的新的工厂吗？因为你在这边生产，你就不用课这个关税嘛。所以他就这样子，你看他就一直不断的去投资，然后连这个长城汽车很多厂的公司都全部都去了，然后连带的让整个中国汽车产业，你看它在巴西的这个生产比例是相当的高嘛。好，那除此之外来说的话，对。接下来，川普已经讲了嘛，接下来下一个可能会达成的国家是谁？印度。好，可是这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出来，这个给你捅一刀，谁捅一刀？中国。为什么中国捅一刀？因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目前为止，苹果不是一直希望说，苹果目前为止一年在这个印度生产是2500万只，他希望能够拉到5000万只。那5000万只来说，当然要靠富士康嘛。那靠富士康，就没想就有一个报道。就说鸿海集团要求300名的中国籍的员工呢，就回到中国去了。你说你今天要弄我，我就把我们中国人全部都调回去。对，我让你不能用。对，那富士康当然就说那个我们不是故意要调回，是因为中国方面有一些讯息嘛，要求他们回去。好，那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很简单，因为现在在整个这个鸿海的这个富士康的印度生产线上面来说的话，训练印度员工就是中国员工，所以他派了300名的这个工程师去训练。那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因为呢，目前为止来说可能会略微 delay 他们的速度，因为你要再派300工程师，中国方面都已经不允许了。对，而且照你知道，中国还怎样卡说你这个零组件到这个印度去，我也卡你。然后你卡设备要去印度了，我也卡你，用这样的卡你，卡来卡去，卡住印度的这个 iPhone 的生产。好，不过现在鸿海的做法是说，他在台湾找员工，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哦，你可以看到这个鸿海呢，富士康他们在台湾说要找大量的工程师要到这个印度去。那当然，所以我就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话，全世界都在防堵这个中国洗产地这件事。所以中国他想说，我把我的中国工程师直接调走，让印度给瘫痪。是，我想尽办法过来卡你。没错，鸿海就出一招。对啊，缺人没关系啊。对，我台湾调就好。对，反正骨干都是我台湾的。就台湾过去这样子也可以嘛。所以，但是会略微 delay 一点点它的新的，但是原则上5000万只的这个命令来说的话，可能明年还是要达成的。所以我就跟你讲，你看现在呢，印度还有越南这2个国家都因为想要抢食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的大饼呢，他们就出卖了中国。所以来讲，接下来恐怕还有更多的国家呢，都会答应美国的条件，对中国洗产地全力防治。宇轩，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现在中国它非常糗，为什么叫糗？你看到他原本跟越南已经讲好了，你绝对不要答应美国条件，我们已经这么好了，结果马上倒戈。第二个是什么？我原本以为我可以用稀土控制全世界，没有想到路透竟然报道一件事情，你的稀土原本是很强大的，可以去控制的，原来一切都是虚张声势的。对，因为现在路透社报道呢，原来中国的稀土叫做外强中干。什么叫外强中干呢？就是他跟你讲说他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但他没有跟你讲的是，他高度的仰赖进口。比如说，我们就举缅甸为例，在缅甸呢，它有2个重要的稀土，一个叫低，一个叫做特。而这2个呢，他都说主要生产国都在中国跟缅甸啊。但是呢，其中中国光进口从缅甸进口的稀土高达57%，57%。对，但各位你也知道缅甸是什么样的国家？缅甸不是一个安定的国家，因为这些特啊、这些低啊，它是拿来做什么？电动车、
马达这些很关键的中国企业把它买下来，但偏偏在当地挖矿跟生产的是谁？是民兵组织在盯，所以变成是中国要去介入到缅甸当地的内政，比如说民兵组织呢，他要去围矿。我用军方的实力，用一些军火呢，把这些矿场给团团围住，然后用上百的员工呢交替在那边日夜工作。但我请问一下，会不会有战火？会不会有战事？当然会啊！如果说今天包括政府军或者一些反抗军，甚至他民兵组织擦枪走火的时候，不好意思，你直接断吹，或者是他官方呢哪一根筋抽风，一言不合的，突然跟你讲说我停止对你中国企业出口，他随时这个矿场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动荡跟问题。那如果今天有57%都是从缅甸进来，如果军政府突然翻了，中国就没有牌了。所以随着这样子哦，你看啊，它的这个稀土的产量一直上升，一直上升，一直上升，因为中国的需求也一直在增加嘛。所以各位，你知道可怕到什么地步吗？缅甸成为稀土第3大生产国，我吓死了。你现在看，缅甸，对啊，像你看到这就是它一个一个的矿产，对 ，OK， 所以加上中国之后，市占率达90%，那我就请问一下哈，如果美国这时候把缅甸这边呢动手脚怎么办？如果他跟你介入闹一下，你怎么办？如果他要把你收割怎么办？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说，连越南现在是不是都被收割啦？对，美国就是要把越南直接吼起来啊！你要当我小弟，不要当他的啊！缅甸到时候如果会不会跟着就范，哪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中国稀土很稳，再来中国即便它有这些大量的稀土跟材料，那问题还出在什么？技术才是关键。没有技术，对，比如说好，我们讲高端，什么叫做高端钢材？航太算不算？算嘛，对不对？T 5的刀片算不算？算嘛，成轴也算，面板也算。但各位，你一定没想到，连笔尖、圆字笔，照来就这一支，对，圆字笔。这个笔尖，这个都叫高端。对，哦，中国一年的生产非常多，但是呢，基本上很多的钢材，他们的我们讲的前端那个圆滚珠，因为仰赖进口啊。你说它做不出来？对啊，不是中国的钢铁产能，我们一直说它倾销，结果你一些专业的东西你干不出来。对，而且剃胡刀，各位你有没有想到，每个人家里都会把掏菜刀、嘎刀、剃刀刀，刮胡子的剃胡刀。它也要仰赖进口。2019年中国不锈钢3000多万吨就剃胡刀的原料都是进口。为什么？因为这个叫做高碳马氏体不锈钢。对，你说赵和宇轩这到底是什么啊？来，我跟你讲，第一个它非常的敏感，因为它的含碳量很高，所以在淬炼的过程当中呢，内部的应力很强。什么意思？很容易断掉了。它就很容易就脆皮啊啦，不好处理啊，就闭亏啊啦。再第二个，它的焊接性很差，因为它含有碳的关系所以很难你要去说把它变形，或者想怎么连接就怎么连接。再来，热处理要求很高。什么叫热处理呢？也就是我在高温烘烤状况之下，因为它必须要退火嘛。退火的时候差个1度，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这些专业精密的中国办不到，而且它又容易腐蚀，然后耐磨性跟韧性又很难去平衡，加工也很困难。所以中国干嘛？我们讲有坐拥金山银山，坐困愁城，只能跟国外进口。那你这不是搞笑吗？那我刚才各位是不是讲说，还有我们讲的成轴？你知道成轴中国最骄傲什么？我们中国人的高铁非常的厉害，了不起！我们的高铁铁路网密布，全世界第一。讲老半天，然后全部都进口，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连接机械跟机械的关节，对 ，OK， 就是用刚卡塔乌赶快。这很夸张。他说，中国仅占全球最高轴承市场的5%，中国高铁用轴承依赖从日本或德国进口，你只能仰赖其他国家的。对，照你这样讲，中国人又不服气。他说我们也做得出来啊，但我给各位一个数字好不好？中国做得出来它的良率大概96%。你说宇轩还有96啊？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这是交通工具你说太空，然后火车96%，然后其中4%突然吐贼怎么办？因为比如说好翻了对，他说德国进口对不对？德国可以用20年，那中国的可不可以用？可以啊，可以用2年那你要一直换吗？你要一直换吗？等一下，你说一个用20年，一个只用2年，他会出贼啊！所以他就说你这个东西是高度技术嘛，所以他只能跟德国进口。但我跟你讲我觉得最扯的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圆字笔。你知道这圆字笔这个笔尖比如说它都是0.1毫米以下，你不要看这个东西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你的滚珠第一个它要很平滑。对，赵和，我要把这么小的金属打到很平滑，我眼睛都斗鸡眼了。对啊，那怎么平滑？再来，它平滑里面还有凹槽。OK， 它不是只要平滑就好，然后它要有一道一道那种我们讲的裂缝，类似那种画十字一样，因为让它的水可以出来。所以你要刚好呢很滑的状况之下，水呢又可以我们讲的顺利的写出来，但是呢你又不能让水一直流，所以中国做不出来啊，你知道吗？它80%的这种滚珠都要进口。不是，你是厂钢大国你跟我讲说你全部的这乱七八糟的圆字笔就各位你看这个圆字笔要进口。但他没有办法做出来，中国每年产很多支啊，所以这样一路看下来，中国所有这关键技术
都被卡脖子，都被掐脖子的。对，所以你想，你有这么多材料有什么用？廷伟，现在习近平最紧张的是什么？除了越南倒戈，其他盟友倒戈之外，经济最紧张。你看啊，这是《华尔街日报》，他特别报道，他说现在中国的人民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加入了入党潮。他说，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入党并不一致出于意识形态，也不一定是要忠于习近平，而是什么？就这3个字哦，关键字叫做铁饭碗。我要吃饱啊！为什么？你看到这几个画面，吓死人了。每个地方都在讨薪，每个地方都在怎么样？都在维权，都没饭吃了。对，你知道我们在川普1.0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人数有多少人，大概9700万人左右。但是后来现在川普2.0了，现在《华尔街日报》已经发现到不对，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数基本上已经破1亿了，已经1亿以上了。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呢？你觉得他们真的是中党爱国吗？你觉得他们真的是对共产主义真的很有兴趣吗？都不是。《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什么？为了要顾自己的饭碗。对，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好，但是如果你能够加入共产党，你能够到政府机构去工作的话，你的薪水基本上是可以比较有保障的。那同时间来讲的话，你不要小看哦，1年来讲的话，申请加入共产党的基本上竟然有高达2100多万人啊！那2100多万人不是每个人阿猫阿狗都可以进中国共产党，他们要考试的，他们要做所谓的那个忠诚考核的，才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最新的数据来讲的话，竟然有突破1亿以上的共产党党员哦。中国大陆现在也落入了这种情况。民间的这个所谓的经济状况非常非常不好，所以大家都一窝蜂的往这个所谓的政府机关去进行哦。但是你知道，这个铁饭碗真的是很难端啊。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去年的这个所谓的报考的这个人数来比较的话，将近有259万人去报考中国的公务人员啊。但是呢，只有录取多少人？大概他的职缺只有3.97万人左右，所以真的是僧多米少的情况之下，259万人报考，结果只有录取3.97万。是啊，这个数字也太惊人了吧？对，然后所以你知道，他们当然还有些是靠关系，你知道吗？就如果说今天来讲的话，考试考不过去来讲，就看你们亲戚朋友在这个政府里面机构的，就先用个约聘的类似约聘的这个概念去做个 part time 的之类的，然后以后再有机会再进到政府单位。所以这些来讲有2个这个指标非常有趣啊。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了共产党的入党这个指数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就是所谓报考公务员的指数就越来越高，所以这2个这个凸显出什么意思？就凸显出中国内部的经济真的发生了严重的情况，不只是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洗产地到越南洗产地，而美国去阻挡它的问题了。现在来讲的话，因为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来讲的话，直接是断裂了，所以有很多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厂商、外国公司呢，现在陆陆续续的。基本上这一波应该是最后一波了，大概就也是炒得差不多了。对，你看到这是加拿大的这家公司呢，就是Solidus， 它这个集团在东莞呢，它基本上有一个叫做天虹东莞科技有限公司，也在6月底宣布全面停业，从7月1号开始把所有的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职员全部都这个资遣。那当然了，他也提到说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的法律来给他们相关的这个什么保障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到处都在什么讨薪水啊？你可以看到东莞恒汇眼镜公司呢有工人在讨薪，另外呢东莞的服装厂工人也在讨薪。曾几何时东莞呢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城市啊，现在来讲逃的逃，走的走，走的走，那所以呢工人来讲被欠薪啊，还有很多的钢铁工人来讲的话，他们是希望能够这个公司赶快给他们薪水，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可以显现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打下去之后呢，今天不只是中国的经济发生状况，中国的整个就业情况也发生了非常惨烈的情况。辉胜，这样一路听下来，现在习近平，现在中国最害怕的是什么？是经济，而经济之外，他最怕一个人，这人是谁？是达赖。达赖现在也跟中国直接开始硬干上去了。是，我想如果说对于宗教这个相关事务有研究或是有兴趣的人，这几天有个新闻还蛮大的，就7月2号。达赖喇嘛竟然召开了一个全球记者会他直接证实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转世制度将会延续下去。
而且特别去声明哦，他自己名下的一个基金信托基金是唯一承认未来转世的权限，其他人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干涉这件事哦。简单来讲，就是说，未来的灵童转世在哪里，就是由他的这个基金会来宣布，而呢，其他的人所讲的哦，就是在哪里，那个完全都是不符合他们相关认证。今天达赖这样讲，他说基金会会全权负责。这句话听在中国耳里，他气炸了，气炸了！因为对于中国来讲，谁是灵童是要由我们中国说了算，绝对不是由你们达赖喇嘛，因为他在他们眼里面，你那个达赖喇嘛是宗教的精神领袖。但是宗教是归我们中国管的，归中国管的，而且就直接告诉你啊，中国政府实施宗教信仰自由制度，但是呢，对这个事物也有相关的规范。这个活佛转世的办法哦，必须要在中国境内进行哦，由中央政府批准。你管了这么多，你跟我讲说你的宗教有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太荒谬？第二个，他直接跟你讲啊，我们未来还是一样，按照清朝时候所留下来的一个这个遗产，什么遗产呢？拉萨大昭寺里面的一个金瓶撤签的金瓶和象牙签，也就是要由这个瓶子里面，就是这个，对。他就说必须要有这个瓶子里面，然后产出一个，比如说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县市、哪一个乡村、哪一个小孩子哪一户人家，要由这个瓶子里面弄出来的才算是。他坚称他说这个金瓶撤签的这一个制度是回溯到1793年这个是根据国家法律来决定的，所以这个所有的转世者必须在中国境内出生。我必须在中国境内。你才算是转生者，这真的太荒谬，你知道吗？人家这个所谓的转世的制度，最早是可以追溯到1476年呢。当时第一世的一个达赖喇嘛，他就是他可以清楚的去讲到他的一个潜意识，我出生在哪里，我什么哪里怎样的，讲了很多的一个情况之后，后来人家才说那这样听起来是有这么就是说看起来应该是你是那一代的达赖喇嘛所转世，所以从1476年开始确定这个制度，然后呢，到了第5世的达赖喇嘛之后呢，才把这个所谓宗教跟政治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对，所以就变成所有的每一个在西藏他们以前的时候，是每一个达赖喇嘛，他当然就是所谓的领导人，等于宗教跟政治合一的制度，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他为什么要特别去证实这件事情，而且把他的基金会变成是唯一合法去宣布转世的，显然就是怕未来会有中共操控的一个空间。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